年呀，10年了，静姐还没走出来。一路繁花2，你别辜负了姐对你的期待，成为下一个花少2呀！传报购入余料，传媒开始爆料。大家好，这里是一大船鱼哇。提到国内吕宗的抓马天花板，《花儿与少年2》绝对绕不开。这季滑雪的威力，别说观众印象深刻，就连圈内同行都对当年的各种争议事件耳熟能详。不光是观众、记者，节目里的嘉宾更是余悸未消。比如杨洋在参加完节目后，因为心理阴影，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甚至不止自己不参加，还劝当时的拍戏搭子刘亦菲参加真人秀要慎重考虑。那杨洋这回也算在一分面前算真人秀的前辈啦。那你有没有一些建议能够提供给他？觉得他要参加真人秀的话，适合什么样的方向？如果参加的话，有什么保护伞可以锦囊交给他？我参加过真人秀，挺累的。咱们还是好好演戏吧。就是劝别去了是吧？而比杨洋更让传媒意外的是，身处当年化学舆论中心的宁静，时隔10年，他在接受《一路繁花2》的采访时，字里行间中仍透着没走出花少2梦魇的无奈。好，欢迎金姐参加我们《一路繁花2》。我感觉你好多阴谋，我觉得他的表情，感觉你已经开始让我有点心开始发抖。初看他的采访好像没什么特别，但细看就会发现处处是伏笔。句句媒体花少2，却句句都在暗指这段经历。静姐当初在花少2里按年龄排序，排在第3名，是3姐，算得上是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符合她采访中所说的汉堡夹心理论。如果静姐没有经历过花少2的摧残，传媒想以静姐的个性，大概是不会提想做好汉堡的夹心儿。正是因为有没有做好的经历，这次来一路繁花2，宁静才会有欲望想做好这个团队承上启下的角色。一直以来，传媒都认为以宁静洒脱直爽的性格，不会在意花少2的抓马。现在回过头来看，参加完花少2后，宁静确实没有参加过旅游类的综艺，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的桃花坞嘉宾们太温暖了，重新给了宁静和陌生嘉宾参加旅综的勇气。不过有一说一，姐真是和花儿太有缘了，前有花儿与少年，后又一路繁花2，所写都可以是花儿。宁静这次参加一路繁花2，最大的心愿是可以有一场非常愉快的旅行。单看节目组请来的嘉宾阵容，这趟旅程想平静恐怕有点难。嘉宾们不仅不比花少2的好相处，甚至还藏着一对有旧怨的老熟人，刘嘉玲和张柏芝。俩人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千禧年初，刘嘉玲和王菲是挚友。当年谢霆锋与张柏芝因戏生情并结婚，好多媒体都称张柏芝是第三者。虽然谢霆锋公开否认这是谣言，但这层三角恋的关系也让刘嘉玲与张柏芝之间产生了一层微妙的距离。2011年艳照门事件爆发，当事人之一的张柏芝深陷舆论漩涡，事业和生活都受到重创，而刘嘉玲却在社交平台多次晒出与陈冠希的合照，公开力挺对方。这一行为无疑是在打张柏芝的脸。2018年，两人一同参加王牌对王牌，在我有你没有的游戏环节，刘嘉玲更是暗讽张柏芝没有老公。我有一个拿奖无数的影帝老公。将这两位有过恩怨的嘉宾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传媒觉得节目组想要搞事情。而张柏芝本人确实只参与了首轮内蒙古站的录制，后续的贵州和重庆站行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具体原因，节目组至今没有公布，不知道到时候节目中会不会解释。其次，这季一路繁花节目组设置的项目很累，就连气血充足的小庆姐都受不了了。以这季节目组请的这几位姐姐嘉宾的性格，静姐脾气已经都算好的了，像刘晓庆、何赛飞、刘嘉玲、叶童这几位姐姐都是敢说敢做的性子。真要是行程不合心意，沟通出了岔子，场面恐怕很难岁月静好。只希望节目组别光顾着炒话题，多听听嘉宾的想法，别让宁静刚鼓起的勇气又落空，也别让一路繁花2真成了下一个花少2才好。